有没有惹你生气了？做收购预案，各部门都得有详细的投入和产出的预算。本来估算已经完毕了，就刘思明的一个数据错误，全部要推倒重来。这个人做事很不用心，在办公室里天天就知道看股票。要再这样下去，我只能换人。交给你的事儿，你决定。不用，我还控制得了。对了，这周末不加班，我跟魏魏准备去岱山看看我弟弟。那位魏先生定了？定了。你不满意啊？我不满意。在这个关系里，你太低估了你自己。尽管那位魏先生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人，这又不是交易。这种关系里只讲求合适。再说他很好，他跟我去岱山见我弟弟，我也很佩服他，能够接受良好。我的重点是你太低估了你自己。你弟弟是你弟弟，你是你，在我看来，你值得更好的。而至于那位魏先生，如果说你真的决定跟他在一起的话，袒露真相未必是美德，有时候真相就像是扎在心头的一根刺，反倒不如善意隐瞒来得好。怎么说？人都是脆弱的，经不起什么考验。你把你自己赤裸裸的呈现在他面前，我担心的是那位魏先生未必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你要不说，我还没有意识到，我对魏魏确实是有点残忍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真相就像是扎进心头的刺。是我托他跟我一起受苦，没有受苦不受苦。那位魏先生是成年人，理应为他做出的选择负责。我是担心你受伤害。我怎么会受伤害？他对我很好。前2天看闲书，书上说所谓的爱情就是逻辑混乱的在对付生活。你越想运用逻辑，会越混乱。所以别再劝我了。就让我一直逻辑混乱下去吧。逻辑解决不了的生活，逻辑混乱反而一往无前。好吧，也许过日子真的是需要糊涂点的好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安妮，你别低估你自己，也别认为自己是谁的包袱。事实是谁得到你，是谁的幸运。老谭，我理解你想这么安慰我、劝我，但是你不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太欲盖弥彰了吗？有吗？当然有啊，在工作上你从来都没有低估过我，但是在生活上，你真是高估我了。哎，爷爷，爸，我发工资了。哦，是吧？然后这公司根本没有拖欠我工资，而且还比之前多了好几百呢。你不用给我要钱了，我自己够用了。哎呀，好，哎，你能够自己养活自己，能够在大城市立足，这是光耀门楣的事儿啊！光宗耀祖，这说明咱老邱家的女儿有本事啊！哎，爸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就是现在的网店啊，是由我来负责，只要是网店上的生意，全都给我提成。
我算过了，他们一笔都没少给我。你放心吧，我觉得下个月的工资肯定会比这个月的工资还高的。好，公司信任你，你就应该更加的好好干，知道吧？啊，爷，电话费太贵了啊，不说了，晚上咱们有事上网聊啊。哎，爸，哎，又给我挂了，省电话费也不能这么省。等一下，谢谢。哎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我发工资了，比设想的还要多。哦，刚到新公司上班有这样的成绩不容易啊。网店的生意很好。魏总，您这么大个老板，居然还记得我说的这点小事儿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怪不得安迪对你这么好呢。魏总，我能请教个事儿吗？这个生意是怎么才能做大呀？哎呀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大呀，答案因人而异。不过像你现在这样有热情、有冲劲，日积月累的突破指日可待。那这么积累的话，什么时候才能成功？会不会有点慢呀？积累在一定时间之内是乘数效应。当然，如果你路子走得对的话。路子走得对，哎，魏总，我想问一下，那您觉得我现在路子走得对不对呢？什么叫做生意啊？就是跟人交易。别人为什么选择跟你交易而不跟其他人交易呢？取决于2件事。第一，取决于你手里的商品性价比；第二，你的游说能力。前者自然不用说，后者就需要你揣摩别人的心理。别人怎么想的，你一定要想得比人家周全，别人才会被你说服。比如你看我，现在最想做什么？您现在最想吃？魏总，我先走了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这种姿势怎么做生意啊？这一路上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大，我都快成人生导师了。要不要跟他说实话？千万不要，他那么年轻，承受力肯定差。如果让他这么早看到自己头顶的天花板，那他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盼头啊？可我把最残酷的实话全都倒给你，展示给你摸黑的前景，是不是很不公平？我愿意。